我回国的时候，秘书递给我一沓资料，我翻阅，视线在其中一页简历上顿住。秘书立马汇报，这个唐鹤记虽然年纪有些大，但也是名牌大学出身，经验还算丰富，索要薪酬也低于市场，人嘛也挺有眼力见。我微微愣住，我认识的唐鹤记不可一世，就连3年前他在2家婚礼上当众逃婚和苏笑笑私奔，被抓回来后也不顾所有长辈在场，叫嚣着要和家族决裂。我情愿和笑笑做一辈子普通夫妻，也不愿意跟我不喜欢的人虚伪过日子。他如此侮辱人的话，让我难堪的无地自容。那天我彻底死心，拦住了要打死唐鹤记的爸妈，哭着说这婚我不结了。第2天，踏上了异国他乡的航班。后来我听说唐鹤记和苏笑笑结了婚，彻底和唐家断绝了关系，消失在海城的上流圈。我盯着简历上唐鹤记的证件照，模样和3年前没什么变化，却又多了几分不同。收回视线，我合上简历，助理的位置他不行。我以为拒绝唐鹤记的投职，我和他便再无交集。没想到下班车刚开出停车场，就被人拦住。我坐在后座，没等我开口，副驾驶上的秘书便跟我道歉，以家里私事为由匆匆下车，和对方拉扯起来。我认出了他们，是唐鹤记和苏笑笑。不同于3年前的意气风发，唐鹤记穿着不合身的廉价西服，时不时拉扯领带，样子有些局促，看着苏笑笑跟秘书争执。你说好帮我老公进公司的，结果茶叶收了又不办事，这不是白占我们便宜吗？苏笑笑大声嚷嚷，拉着身边唐鹤记，横眉竖眼指着秘书，越骂越难听。我们穷，但是也不是任人欺负的。事情没办好，你就给我把茶叶吐出来。秘书脸上挂不住，压低声音，气急败坏。我看在你跟我家沾亲带故的份上，才答应帮你家的说好话。你那送的茶叶我都没脸说，不知道多少年的没茶，你怎么有脸还要回去？还有你老公，这些年我帮他找了多少份工，不是嫌累就是怕远，真当自己金尊玉贵大少爷呢？高不成低不就，成天靠女人养。唐鹤记满脸涨红，想走，却被唐笑笑拉住。他指着秘书的脸，理直气壮地骂：反正我不管，拿人手短，要么你还茶叶，要么你把事情办了，不然我就找你领导说理。秘书被缠得没办法，拿出手机给苏笑笑扫了200块。苏笑笑得意洋洋朝身边唐鹤记展示，看吧，这群有钱人就这样，越有钱越抠门，200块都要想办法占，咱们可不能让他们得逞。唐鹤记一言不发，整张脸却烧得红温。曾经呼风唤雨的京圈太子爷，随手小费都不低于10万，现在却为了200块跟人在大街上扯皮，我看着有些唏嘘。脸眸，我降下车窗，对秘书出声：事情解决了吗？可以走了。那一瞬，唐鹤记和苏笑笑同时看向了我。我和唐鹤记是青梅竹马，2家都是海城显赫，生意往来密切，交往自然深。15岁的时候，便由双方父母做主，给我俩定下婚约，一毕业就举行婚礼。唐鹤记原本是接受的，对我也极尽温柔。成年后，我们默认了情侣的关系，牵手、约会、接吻，情到浓时，他握着我的手，十指紧扣，深情地在我耳边表白，说恨不得明天就把我娶进门。一直到20岁那年，他意外遇到山难，被苏笑笑所救。他觉得他鲜活、坚强、自由，无法自拔，爱上了他。他一次次抛下我奔向他，最后为了他不惜在我们的婚礼现场逃婚，让我成为全场的笑柄回神。我对上了唐鹤记的视线，目光坦荡。好久不见。时过境迁，我早已放下这段恩怨。唐鹤记没回应，仍直直地盯着我，漆黑的眸子有无数种情绪翻涌，似乎想朝我走来，只是刚往前就被苏笑笑拉住。苏笑笑看我眼神很不善，透着浓浓的戒备。我皱了皱眉，不愿纠缠，吩咐司机开车。结果车子刚发动，苏笑笑又突然冲过来，张开双臂拦在车头。一个急刹，我整个人往前撞，可没等我发作，却听到他理直气壮质问：江小姐，你是不是还介意当年的事情，所以故意不让我家阿纪通过面试？众目睽睽下，我只觉得莫名其妙。我带着唐鹤记和苏笑笑回了办公室。我坐在办公椅上，唐鹤记和苏笑笑坐在桌对面。一路上，苏笑笑都紧紧地挽着唐鹤记的手，哪怕是坐下也没放开。而唐鹤记从进门就在打量我的办公室，视线在落在我身上时，扬起一抹了然的笑。这么多年，你喜好没变，还是钟爱英伦风的设计？我皱了皱眉。
唐鹤基的语气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味道，熟人亲近，就像是我们还没分手之前，他还没有当众逃婚让我难堪，对我说那些伤人决绝的话，我没接他的话茬，转而看向苏笑笑，半开玩笑解释，这次公司招聘的是我身边的助理岗，需要24小时待命，你老公这样已婚有家庭的男士不太合适。我强调唐鹤基已婚，果然苏笑笑的脸色白了起来，挽着唐鹤基的手又紧了紧，眼底闪过犹豫。合适的，我可以做到24小时待命。唐鹤基立刻抢话，只要让我留在你身边，我甚至可以吃住都在公司。这话太露骨，不仅是我，连苏笑笑都察觉到了不对。他眼眶随即红了，仰头瞪着他，明明很委屈，却还是小心翼翼去拽唐鹤基的袖子，轻声说：阿季不就是一个工位吗？就算我们穷，但是也不至于。你闭嘴，还嫌不够丢人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就回去了，哪里还需要在这里跟你过苦日子，为一份工作费心？唐鹤基不耐挥开他，语气有些暴躁。别拈酸吃醋，我和嫣然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们要在一起，当初轮得到你吗？唐笑笑彻底白了脸，似乎是想到什么，难堪又无措。我也愣住，记忆中唐鹤基可没有对苏笑笑冷过脸，相反，他对她总是温柔，无论何时都是轻声细语哄着捧着。之前一次，他带着苏笑笑参加圈内一位长辈的生日宴，苏笑笑因为怯场，手足无措地跌进了3层的蛋糕里，毁了整个宴会。可唐鹤基也没说一句，反而把沾满奶油的他温柔抱起，一点点仔细擦去他的狼狈。他对他无底线的宠爱，好到不惜那样羞辱我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把苏笑笑和唐鹤基的关系当真。我们这个圈子，联姻是每个家族女孩的最终归宿，我们承载着整个家族的责任。就连唐家父母也只是把苏笑笑当个玩意儿，随唐鹤基带她出席一些不重要的场合，所以我对他并没有多少敌意。而他却在一次宴会上主动来找我。我当时正和一群圈中姐妹聊天，他突然端着酒杯过来，红着脸站在我面前。江小姐，你能不能成全我和阿季？他说的一脸真诚。紧接着就有人笑出声。嫣然，唐少养的金丝雀不太乖啊，不会真逼着你让了位吧？你和唐少的婚约可是15岁就定下的，要是被他甩了，你这些年也太亏了。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什么身份，跑来嫣然面前叫唤，让他成全你们？你真把自己当盘菜了？闺蜜替我抱不平，冷嘲热讽开队。你知道唐家和江家正在筹备婚礼吗？求婚戒指都是10克拉的，10克拉，你这辈子都没见过。苏笑笑被呛得很难堪，泪水在眼眶打转，却还是处在原地不肯走，死死地望着我，举起左手。爱情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，我爱阿季，阿季也爱我。虽然我没有10克拉的戒指，但是我们一起纹了永远摘不掉的戒指。但是现在，我看着唐鹤记无名指上黑色燎泡，曾经的纹身已经看不清，他对苏笑笑也没了曾经的宠溺温柔，只剩下浓浓的不耐厌烦。我突然对当年的事情释怀，原来爱情不能用金钱衡量，但是却会因为柴米油盐而生疏生厌。白月光经历过岁月搓磨，最后也就变成了白米粒。我最后还是留下了唐鹤记，因为唐母不知道从哪得消息，给我打了电话，希望我看在曾经的情面上给唐鹤记一个机会，还带来了几个唐家前景项目。看在项目的情分上，我答应了。嫣然，你真的是太好了，要是当年阿季早点清醒该多好，白白让我错失了这么好的儿媳妇。我笑笑没接话，挂断电话，吩咐秘书安排唐鹤记入职，职位是销售助理。他跟我没什么交集，新公司刚上轨道，我忙得头脚倒旋。只是一次闺蜜来公司看到了他，如临大敌般凑到我面前问我什么意思。什么？唐鹤记怎么在你新公司？他煞有介事，跑到窗户前扒拉百叶窗，看着我欲言又止。你不会还喜欢唐鹤记吧？我眼皮狠狠地抽了一下，心情难以言喻。他符合招聘要求，又通过了面试，留在公司有什么问题？我喜欢他，是我这3年审美不够，让你产生了我想啃老瓜的错觉。这3年，我在国外感情史不算丰富，但是也交往过几个品貌上乘的帅哥，没瞒着闺蜜，所以她很快泄过劲，放心满意的拍了拍心口走回来。我就知道，好马不吃回头草，更何况是粗制滥草。我哭笑不得，揶揄一眼，继续手里的工作，可他却又凑过来神秘兮兮八卦。可是我怎么觉得唐鹤记留在你公司动机不纯，刚刚见到我
还特地关心你在办公室吃没吃午饭。一阵恶寒，我抬眸看她。闺蜜犹豫了几秒，说：“其实我这些年也听了些唐鹤记的八卦，他和唐家决裂后，跟苏笑笑结婚这几年，其实很不好。”其实不用闺蜜说，我心里也猜得到。唐鹤记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大少爷，从小到大，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。可苏笑笑家徒四壁，烂赌的爸，偏心的妈，上面一个市侩刻薄的姐姐，下面一个混吃等死的弟弟。他们的家世过分悬殊，唐鹤记身居高位时感受不到。但是当他一无所有，从大别墅搬进出租屋，每天赶着2块钱的公交，挤着人满为患的地铁，一天2天，他或许可以为了真爱坚持。但是日子久了，他根本受不了。更何况苏笑笑那一大家子复杂的人际关系。唐鹤记和苏笑笑刚结婚，他爸妈还挺客气，以为他和家里只是暂时闹脾气，总有一天会回去，带着他们鸡犬升天，所以好酒好菜伺候着他。可日子久了，苏家2口子见没了指望，立刻露出了丑陋嘴脸。第一件事就是要唐鹤记还钱，结清这段时间白吃白喝的费用，还找他要30万的彩礼。唐鹤记离开唐家的时候身无分文，没办法，只能签下借条，开始打工还债。这3年，苏家大小事情不断，不是苏父突然冒出赌债欠条，就是苏家弟弟买房买车，要么就是他姐3、5不时打秋风。其实1年前，唐鹤记找过你爸妈，想找你跟你当面道歉，说当年年轻不懂事，错过了你。后来被你爸妈赶了出去。我们私底下偷偷讨论过，觉得他就是后悔了，想找你搭个台阶回唐家。但是唐家可不会让他回去，和他断绝关系以后，唐伯父便着重培养他弟弟。如今人已经独当一面，唐母虽然心疼他，但是在家里根本没有话语权。我面无表情听着，脑子里却浮现出唐鹤记私奔被抓回来的时候说的话。当时2家为了顾全大局，商量如果唐鹤记继续和我完成婚礼，彻底和苏笑笑断干净，就对之前的事情既往不咎。迫于压力，我也劝他别意气用事，告诉他恋爱跟婚姻根本是2码事。可他说：“江嫣然，你根本不懂，我爱他，就能接纳他的一切，只要我们相爱相守，所有的一切对我们都不是问题。”当年他说的信誓旦旦，可是现在他又觉得自己当年年轻不懂事，难不成他的爱不足以支撑他接纳苏笑笑的一切？他们的相爱相守无法再应对大大小小的问题，何其可笑！我看唐鹤记现在的样子也算是报应，谁让他当年在婚礼上丢下你，不顾一切选择苏笑笑，活该。闺蜜见我迟迟不说话，故作轻松的安慰，脸眸我轻轻笑开，往事如风，尊重命运。从那以后，唐伯母经常给我打电话。这些年2家因为生意上的往来，虽然私底下生疏，但是面上仍然相敬如宾，加上唐伯母一直对我不错，我出国这些年，逢年过节，她都会给我准备一份礼物，让爸妈转交给我。所以她3番5次邀约我参加她的生日宴，我无法拒绝。只是没想到那天，我竟然见到了唐鹤记。唐鹤记独自前来，身上穿的还是面试时那套西装，虽然能看出是刻意打扮过，但是通身和在场其他宾客仍然格格不入。曾经的那个圈子，他更融不入进去。唐伯母瞧着，私底下抹眼泪。阿季这个孩子真的是被那个苏笑笑给毁了，现在唐家没有他的位置。这次要不是我几次求你唐伯父，他连门都进不来。唐伯母拉着我的手长吁短叹，看看我，又招呼不远处的唐鹤记过来，感慨说：“你说当年你们多登对啊。”唐鹤记听到了这句，不同于往日的抗拒，他的脸上也挂上落寞，勉强扯了一个弧度，直直地盯着我，自嘲说了句：“谁说不是呢？”我被看得有些莫名，今天邀请的宾客不多，多半和唐家沾亲带故，也不知道有误还是无意。唐鹤记整场宴会都在我身边，说起我们的当年。出于礼貌，一开始我还保持微笑，可渐渐的，他越说越偏。还记得15岁的时候，我们2家一起同游巴黎，结果你迷了路，最后是我找到你，你扑进我怀里，哭了很久很久。那时我就想，这么爱哭，以后要是娶回家，每天都得哄。还有瑞士滑雪那次。唐鹤记，我打断了他，终于说出了整晚最想说的话。没有人一直留在过去，长大了就得向前看。唐鹤记的脸僵住，像是被掐住脖子，所有声音戛然而止。或许是我的直白，接下来他都没再说什么，只是没想到宴会进行到一半，苏笑笑来了。苏笑笑在门口吵着要进来，碍于颜面，唐母也没拦着，
只是在佣人去接人的时候看了一眼唐鹤记。唐鹤记的脸色很难看。很快，苏笑笑被带了上来。她身上是一件洗得泛白的丝质洋裙，蕾丝都已经发毛，手里提着超市塑料袋。看到唐鹤记，她局促的脸上才露出欣喜。阿记，你早上走得太着急了，都没有带礼物，我特地给你送来。她献宝地把手里塑料袋递上来，可看到我，脸上笑容又僵住，捏着袋子的手指紧紧攥住。不用你送，赶紧回去。唐鹤记先一步过去，拽住失魂落魄的苏笑笑朝外走。可这个时候，苏笑笑才像是回神过来，急忙解释：不是你说妈身体不好，一到冬天就冷，我特地拆了家里的羊绒毛线织的围巾，比那些大牌暖和多了。拉扯间，纸袋掉下地上，一条玫红色的围巾滚了出来，围巾上挂着一个醒目的 LV。沉默达到了顶峰，唐鹤记难看的脸色也是。可苏笑笑却查无所觉，心疼地捡起地上的围巾，用力拍了拍，一脸羞涩地递到了唐伯母面前，亮着眼睛，满脸期待说：妈，生日快乐！我知道你们有钱人都比较在乎牌子，特地在上面缝的 logo， 你带出去也不会丢面子。噗嗤，这下有人忍不住，连佣人都捂住嘴。这玩意儿还带出门？人群里的那道嘲讽太过刺耳，瞬间让苏笑笑涨红了脸，扭头对着方向理直气壮道：这是我们的心意，虽然不值什么钱，但是我们付出了真心，真心无价。没人继续笑，但是所有人看苏笑笑的眼神都挂上嘲讽和鄙夷。唐伯母再挂不住脸，气得指着唐鹤记骂了起来：看看，这就是你娶的老婆，你自己说说，上得了台面吗？你当初要是听家里的话娶了嫣然，我们唐家至于少个儿子跌了面子吗？唐伯母应该是被气狠了，自己的生日宴闹了这么大的笑话，也顾不上苏笑笑在场，望着我满脸期许。嫣然，以前都是阿季不对，现在你回国了，能不能看在阿姨的面子上，再给她一次机会？毕竟你以前那么喜欢这个混小子。我僵在原地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应。唐伯母的话，就像是重新把我放在3年前那一场闹剧中央，再一次接受所有人的目光洗礼。我下意识看向唐鹤记，暗示他替苏笑笑解围，结束这一场荒唐的闹剧。可他仿佛没看到自己老婆羞辱难堪，反而静静地看着我，跟着问出声：嫣然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苏笑笑崩溃大哭。我微微皱眉，在所有人八卦的目光里，转头看向唐伯母：阿姨，我很感谢你邀请我来参加你的生日宴，也是看在唐家对我新公司的照顾上，我给唐少在公司预留了一个职位。不过私底下，我和唐少并无交集，我这一趟回国，家里也物色了几个不错的相亲对象。我点到为止。我们这个圈子，所谓的不错，无非是门当户对，品貌端正。从唐鹤记3年前选择苏笑笑的那一天开始，就已经被完完全全踢出了我们这个圈子，和联姻绝缘。唐伯母的脸色很不好看，似乎是不甘心，下意识还想劝嫣然，你跟阿季知根知底，就算是他这3年糊涂，可是他也是我们唐家的孩子，以后闹够了没有？这时，唐伯父带着唐鹤记的弟弟出现，重重呵斥一句，顿时让唐伯母噤声。最终，这场闹剧以唐鹤记扯着苏笑笑离开而结束，而我也没有久留，在他们走后不久，也随意找了个借口提前离开。临走前，唐鹤记的弟弟唐松柏跟我道歉。我妈有些拎不清，她比唐鹤记小5岁，虽然如今才20，却远比唐鹤记沉稳，俨然已经有了独当一面的气势。面对她的道歉，我微微一笑，说：接受道歉，希望不会影响我们2家公司的项目合作。我们这个圈子真心有价码。我辞退了唐鹤记。他得到消息的那天，特地在公司门口堵住我。为什么？他很激动，看着我，眼眶一圈通红。我抿了抿唇，吩咐秘书先走，带他去了公司附近的咖啡馆。面对面坐着，他似乎是冷静下来，看我眼神带了几分懊恼，苦涩笑开。其实我现在才知道，以前的我多天真，自以为狗屁爱情，却放弃了最重要的东西。唐鹤记，其实我挺佩服你的。我平静地打断了他的话，我说的是真心的。你为了苏笑笑情愿和家族决裂，放弃一切，这种义无反顾的勇气，确实让我意外。只是你忽略了一件事。我端起咖啡，因为对当年的事情释怀，才能心平气和说出这些话。抬眸，我一针见血，你拥有了义无反顾的勇气，却没有保护爱人的能力，所以最后你把日子过得一地鸡毛。唐鹤记愣住了，似乎是没见过这样的我，冷静理智的近乎冷漠。我耸了耸肩，
你当初把我丢在婚礼上，让我难堪，我承认，我当时确实成为了整个圈子的笑柄，所以我才有理由跟我爸爸谈判，在家里资助下去念英国的商学院。我是江家的女儿，却不是江家唯一的孩子，上面有哥哥，下面有弟弟，从小到大，家族的资源永远都是倾向于他们。在豪门的认知里，女儿是嫁出去联姻壮大家族人脉，丰富资源，男孩才是继承人的人选。我从小和唐家拉近关系，并不是因为我多喜欢唐鹤季，而是因为我很清楚，唐鹤季是我联姻人选里面最好的那一个，年龄相当，品貌优秀，又是青梅竹马，知根知底。所以在我刻意拉近下，15岁的时候，父母果然给我们定下了婚约，如果没有意外，按部就班，毕业了我们会结婚，他会成为唐家的掌权人，而我会成为唐家的女主人。但是出了意外，唐鹤季爱上了苏笑笑。你和苏笑笑私奔被抓回来，我劝过你，恋爱和结婚是两码事，因为我要是你，我会先结婚，等实力足够强大，足够保护自己的爱情的时候，再去追求爱情。我说。唐鹤季的脸色青白交错，看着我，半晌才憋出一句：你不在意？没了你，也有别人，你是我当时联姻的最优选，迫于压力，我也必须要跟你结婚。其实我也想好了，你爱的人既然不是我，那就做几年假面夫妻，等离婚的时候找你索要一大笔赡养费，我也不算亏。可惜你太恋爱脑，非要和苏笑笑做普通夫妻，我只能放弃你。不过多亏你的羞辱，我才能以疗伤的名义出国。我如实说，我很清楚，如果当初我不表现得非唐鹤季不可，父母一定会迅速给我物色下一个相亲对象。也多亏了他的决绝。沈笑，我将他面前咖啡朝他递了递。唐鹤季，所以说实话，我不恨你，相反，我挺感谢你，让我有机会成立自己的公司。现在我在联姻上有了更多的话语权。唐鹤季接受了辞退补偿。不久后，我听闺蜜说，她跪在了唐家门口，答应和苏笑笑断干净，愿意从公司最基础的职位做起。她跪了3天3夜，一直到昏倒过去，唐伯父才终于松口，给她在公司3个月的观察期。不过她离婚的事情办得不顺利，苏笑笑根本不同意离婚，她跑去公司门口大吵大闹，哭着闹着要唐鹤季跟她回家，最后直接喝药寻死，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。唐家没人出面，唐伯父放话，这件事要唐鹤季自己解决。所以他没管苏家那群豺狼亲戚在医院朝着唐鹤季大打出手，闹着要他赔钱还自己女儿3年青春。出院后，苏笑笑来找我，他让我把唐鹤季还给他。我啼笑皆非，苏小姐，我和唐鹤季只是前领导和下属的关系，你离婚与我无关。不是的，他来公司找你，你们聊了一次，他回去就跟我闹离婚。江小姐，你现在有才有貌，干嘛非要追着我老公不放？你们的感情早就结束了，不然当初他也不会跟我结婚。苏笑笑又哭又闹，动静闹得很大，引起了公司不少人侧目。我被缠得没办法，只能吩咐保安把人赶出去。苏笑笑，我和唐鹤季早就结束了，所以你与其在这里纠缠我，倒不如回去好好管一下你的男人。他被拖走的时候，正巧闺蜜过来找我，见状她忍不住凑过来八卦，什么情况？我白了一眼，没好气道，遇到臆想症。我本以为这件事到这里结束，可没想到没几天，我被网爆了。苏笑笑把离婚的事闹上网，且引导舆论，让所有人以为唐鹤季离婚完全是因为我。我和阿季3年夫妻，可是他前女友回国，他就不管不顾要和我离婚。明明我们当年那么恩爱，他为了我情愿放弃豪门大少爷的身份，可是现在他不要我了。视频里面他渲然若泣，说着自己的委屈，又拿出了所谓的录音证据。我和唐鹤季，所以你与其在这里纠缠我，倒不如回去好好管一下你的男人。这下我成为了全网女性的共同敌人。豪门太子爷抛下糟糠妻，只会重寻白莲花旧爱。豪门没有真爱，只有玩弄。这样的标题，短短几天焊死在了我和唐鹤季的身上。看着新公司不断取消的订单，我拧着脸，让秘书给苏笑笑打电话，我给你机会，自己澄清。电话接通，我开门见山。他声音却谨慎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找我来就是要套话，好洗白。我才不会让你得逞，就是你勾引我老公，让我老公跟我离婚。你都已经这么有钱了，为什么还追着阿季不放？要不是你回来，阿季还愿意好好跟我过日子。原来和不理智的人谈道理就是白费口舌。我听着神色平静，很好。苏笑笑根本不知道豪门的公关究竟多强大。一夜之间，
那些对我不利的消息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是当年他知三当三，在明知道唐鹤记有未婚妻的情况下，还和他开房约会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还保留了他上次来找我的监控和录音。这些证据一放上网，舆论瞬间倒转，骂我的声音都变成了怜惜。我们有才有貌的大小姐究竟得罪谁了？被人抢未婚夫，现在还要被人污蔑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可不是，知三当三，抢来的男人现在不要他了，怎么还要怪人家原配太优秀？还好人家留证据了，不然被三还要被黑，没见过这么惨的。回旋镖尽数砸到了苏笑笑的身上，甚至网友因为愤怒对他更不留情。很快他就成为了过街老鼠。也是这个时候，唐鹤记起诉离婚的案件被法庭审理。法庭上，苏笑笑根本不愿意离婚，又哭又闹，说他们的感情没有破裂，只是发生了一些小问题。唐鹤记却提交了这些年替苏家还账的账单，以及在医院挨打被家暴的证据。最后拉扯了几轮，法院判定两人离婚。苏笑笑不甘心，又去了唐家闹。可是这一次，唐伯父出手了，因为3个月来唐鹤记的表现让他很满意。唐鹤记还主动签署了放弃继承公司股权的协议书，让自己的弟弟放心。所以这一次，苏笑笑没办法再故技重施，甚至连唐鹤记的面都见不到，就被唐家保镖给赶走。而不久后，苏家也在海城消失。毕竟浮游汉术的事情，在现实生活里面近乎不可能，不过这一切都和我没关系。1年后，我的新公司上市，我也凭借一己之力推掉了家里为我物色的几个相亲对象，交了一个我满意的小奶狗。闺蜜联姻的婚礼上，我带着小奶狗出席。宴会上，我又见到了唐鹤记。唐鹤记二婚了，娶了城东皇家的二婚女，给3个娃娃当后爹。那个女的还比他大7、8岁，不过这次她老老实实一直到婚礼，全程配合的不行。闺蜜私底下跟我八卦，偷偷看不远处正在陪着妻子商务的唐鹤记，有些唏嘘。不过这也没办法，他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没什么名声，加上唐家又不是他说了算，能回唐家唯一的作用，怕也是联姻了。我听着面无表情，隔着人群，我和唐鹤记视线对上，他的脸色有些尴尬，我遥遥举杯，露出优雅的笑容。后来宴会，他单独来找过我，好久不见。唐鹤记自嘲笑了笑，如今他又恢复了往日的金尊玉贵，不过谈吐间没了桀骜，多了几分谦卑。他看我顿了顿，自嘲笑开：“你现在真的很耀眼，耀眼到我已经望尘莫及。不过也要谢谢你，不是你对我说的那些，我还沉浸在天真里面。我莞尔，是你自己选择重新回唐家。”其实我也挺佩服唐鹤记，这一次为了回唐家，义无反顾，甚至愿意签署放弃继承协议，代表唐家联姻。唐鹤记面上微僵，似乎还想说什么，手机突然响起，他低头看了一眼，跟我说声抱歉，转身离开。很快，我看到他走进了现任妻子，女人趾高气昂，他陪笑小心。豪门联姻也是唐鹤记的选择。我含笑转身，也走向了我带来的那个身高腿长的小奶狗。我将事业拓展海外的时候，有了个门户相当的男朋友，父母很满意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不是相亲认识，而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我们结婚的时候，父母也宣布了江家由我继承。他们无法选择，因为我的哥哥和弟弟在商界的建树远不如我。后来怀着2胎的闺蜜离婚了，分管了我名下3所公司。男人真的靠不住啊，女人还是要独立自主。老娘闺蜜给力，离婚都带着底气。拿到离婚协议那晚，她约我喝酒，几杯下肚，她忍不住感叹：真的多亏了当初唐鹤记在婚礼上逃婚，不然你也不会借着机会发展，现在变得如此耀眼。她感叹，而我笑着没说话，举着酒杯，昏暗的灯光下，鼓噪的音乐在耳边跳动。顿了顿，我朝她举杯，红唇扬起。唐鹤记当初的逃婚路线是我安排的，我不意外闺蜜的错愕。原本我也准备把这个秘密永存心底。当初唐鹤记确实准备和苏笑笑分手，安心准备婚礼，但是在试婚纱的时候，我故意放了苏笑笑的婚纱照，摆在橱窗最显眼的地方。果然，不久后，唐鹤记在婚礼上逃婚，也给了我占据主动权的机会。当时我心里想得很清楚，要么跟唐鹤记结婚，唐家会感激我不计前嫌，奉我如宾；要么婚约彻底作废，我就趁机要求出国深造。我开口朝闺蜜眨了眨眼，不管是那种，我都不吃亏。泥泞里或许能开出鲜活的花朵，但是精心栽培的花朵永远绚烂。
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星星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